大家好，欢迎回到人我行天下。上个月春游，我们又去了西班牙，这次去的是瓦伦西亚、巴塞罗那和北部山区的一些稍微小众的地方。本来以为巴塞罗那和瓦伦西亚会是重点，结果发现真正出乎意料的美景都在这些小地方。今天就先和大家分享一下北部山区的部分，包括阿因萨和奥尔德萨和佩尔迪多山国家公园。我们是在巴塞罗那住了几天以后，租了个车就往西北开进了山区。目的地阿因萨，全名阿因萨索夫拉尔维，在阿拉贡自治区，已经不属于巴塞罗那所在的加泰罗尼亚地区了。开了3个小时左右，离阿因萨还有大概30分钟。路边比利牛斯山脉风景已经非常漂亮了。我们又开了几分钟，实在忍不住，拐进了 A138公路边上一个观景点。下车一看，面前一片绝美的碧水，背景的雪山和不远处的一个小教堂，就是我们想要找的那种西班牙山水。后来 Google 了一下，这片绝美的河水是辛卡河，在这里下游有个水坝，所以很宽很平静。辛卡河的水是比利牛斯山来的雪山融水，纯净、清澈、冰凉，而且和阿尔卑斯山和落基山脉的高山湖一样，水里有冰川盐粉，太阳一照，颜色不可思议的漂亮。路边的一个观景台就这么好看了。阿因萨得是个啥样的地方呢？哦，前面又是一个。阿因萨小镇和西班牙很多小镇一样，都是建在个小山头上，主要都是当年不太平，军事防御考虑。小镇的很迷你可爱，就只有个主广场和2条南北向的小街。镇子北面有个官方的停车场，3欧一天，把车爬下来往东南方向逛，绝对不会走丢。从停车场出来，一眼看到的就是阿因萨城堡，一座木桥架在当年的护城河上。从木桥走过，进到城堡里，中世纪的味道就有了。这个城堡据说是11世纪开始建的，有近1000年的历史了。不过现在只剩下一圈厚重的石墙、2座角楼、瞭望台和空荡荡的中庭。当年基督徒被穆斯林在伊比利亚半岛狂虐，被赶到了北部山里。阿因萨城堡就曾经是一个阿拉贡王国硬扛穆斯林的军事前哨。城堡城墙是可以上去的，上面走一圈，视野不错，可以俯瞰整个阿因萨小镇、辛卡河谷，还有周围360度的比利牛斯群山。下午到傍晚的光线最好，小镇教堂塔楼映衬着远处辛卡河的碧水，真的很美。从城堡再往南走，就到了主广场了。广场不大，但很有感觉。nuestro territorio, nuestra gastronomía, nuestra cultura, tradiciones, todo. 小 Eso 石条砌的地面，两边的石拱廊，南端的小教堂的塔楼，中世纪的小镇，经典画面。穿过主广场再往南，有2条街，建议走左边，就是东边那条，因为风景更好。然后从西边那条逛回来。ya después estaba la yo, insisto, después de escucharos a todos hablar, no puedo sentirme más orgullosa de ser小街aragonesa. 也非常有古镇韵味儿，而且游客真的没有巴塞罗那、马德里那么多。慢慢走走很有意思。小街上有2个观景台，看周围群山和新卡河美景的，很不错。
小街走完，还可以从小山头走下来，到新卡河上的那座桥走走，风景也值得。山下就比较世俗一点，吃饭什么的可以在山下解决。小镇南北走一趟，如果不拍照，其实5分钟就够了。但是我们在镇子里晃了3个多小时，因为太可爱了。在山区的第2天，我们先是去了民宿老板娘介绍的一个本地景点，然后去了奥尔德萨和佩尔迪多山国家公园。先说一下这个本地景点 Morro de Roda， 中文不知道怎么翻译，因为太小众了，就叫罗达墙吧。不过名气虽小，但是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地方。沿着7拐8弯的盘山路，可以一直开到山顶。这里原来是个军事村，也是近1000年的历史，当年的一个重要的边防哨所。现在还能看到原来的城墙、塔楼、教堂，还有一些房子的遗迹。当然了，如果光是这些古迹，我们也不会太激动的。这里的风景实在是太赞了。从墙垛往西看，是新卡河，那熟悉的蓝色冰川河水蜿蜒流过。往东看就是这个罗达墙守护的拉夫埃瓦山谷，往北眺望，可以望见比利牛斯山外的雪峰。真正的冷门景点，没有游人的喧嚣，360度的风景，1000年古迹，遗世独立的秘境。从罗达墙下来，往北开1个多小时，就到了奥尔德萨和佩尔迪多山国家公园。这个国家公园有几个进口，我们去的是经典的奥尔德萨山谷进口，另外几个进口在阿尼斯克洛峡谷、埃斯库因峡谷和皮内塔山谷，据说景色也都很漂亮，尤其是那个皮内塔山谷，就是新卡河的发源地。因为还没到旺季，我们可以一直开车到奥尔德萨山谷的停车场。旺季的时候需要停在托尔拉小镇，然后乘坐班车进去。这里有很多条步道，但开始的一段都是一样的，就是沿着山谷往东走进去。我们就走了这最开始的这一段，一路有80%的地段是有树荫的，没有树荫的开阔地就是看风景的地方。我们沿着拉萨斯小河北岸一路向东，走了1个小时不到，看到了3个很漂亮的瀑布，就往回了。如果您要去的话，注意不要原路回来，要从小河南岸的路回来，看到的风景不一样的。连走路带拍照，我们一共玩了3个小时左右。这个步道真可以说是性价比最高，就是风景除以体力时间最合算的一条步道。一路阴凉舒服，上下坡也不多，风景一点儿也不比班夫和阿尔卑斯山的差。如果体力时间够，可以再往山谷里走，到了马尾瀑布，步道往北转，就可以看到佩尔迪多山的雪峰了。当然了，公园里还有其他步道，可以爬到很高的地方看风景，就看您想怎么玩了。最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住的这个民宿，在一个一共11户人家的一个小村儿，妥妥的中世纪的老样子，都是石头房子，
安全防御第一嘛。村头的这个一夫当关的石门通道，进去就是民宿的那栋楼。老板是从巴塞罗那过来的，20年前盘下了这个破败的老房子，整修成了个民宿，自己也住在里面。每天种菜、做饭、招待客人，剩下的时间就是看山景、看鸟。老板娘是他在马德里碰到的，被他骗到了这个和马德里完全不一样的小村里。老实说，西班牙北部山区确实超出了我们的预期。我们是5月份去的，天气非常好，走步道看风景很舒服，光线也好。最重要的是和巴塞罗那这些大城市的热门景点比，安静很多，小镇、山水都能细细的品出味道来。我们感觉来这些地方最好是自驾，公交、火车还是不大方便。住宿就是在 Booking 上订的，各个小镇附近都有酒店、民宿。这次我们其实只是看到了西班牙比利牛斯山区的冰山一角，这里好玩的地方还有很多，只好等下次了。好了，这次西班牙北部山区行程就先分享到这里了，希望你喜欢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、评论和转发。